顾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情友之间，当以情音致好。先生以为如何？是仙子。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徒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春风还未过人间。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不如我来找你吧。等哪日你名扬天下，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，我便来找你。果真是个少年啊！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我是在夸赞你。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，他脑子有病。讲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？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，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，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。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，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。
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，到时候宾客满座，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，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。掌柜的，过了。哦，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是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，她不生气？怕什么？有你们北黎八公子作证，你们不是都去吗？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。去吧。不去吗？应该去吧。看个花，今天刚采的花。他们家新出了几个菜，尝尝。小姐，是我。静，小姐，什么消息？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，为表合作诚意，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有了那样东西，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，西南道便尽在我们掌控。闪开！不闪。来者何人？你可知我乃西南道燕家之人，得罪我们，可有想过下场？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。告诉他们，留下东西，饶他们不死。听到了吗？我家公子说了，西南道燕家算个屁呀！留下马车里的东西，饶你们不死。前半句，我可没说。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公子倒是何人？我家公子可是……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去，揍他们！公子，你让我说完，听到没有？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，让我揍你们！欺人太甚！接住啊！公子点灯美人陪，杀人放火金腰带。你是八大公子中的柳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也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了。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件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，八大公子！
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着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莫尘公子，莫小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咱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你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杆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须枪林9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一眼梳头的样子。
你师傅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呢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啊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、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受呢？司空长风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七情六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，我要自己去。名扬天下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你名扬天下呢？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长了一张看上去就能名扬天下的脸，或者说是我天生骨骼清奇，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绝世英才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？哈哈，司空长风。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也不会死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医术很高明，等我们抢完签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谁要担心你啊？还有，以后少说大话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也要嫁人了。虞姬，季轩，怎么样了？东西丢了，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。他一个人来就罢了，还有，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。那你，我撤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只是那东西，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。我们赶紧回柴桑城，提早做准备。好。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，想玩出什么花样来。看出什么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你来了，很不错。我来之前，老七可没告诉我，要救的人是你。这就叫做冥冥之中，天注定。走吧，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，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。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，还真是有趣的联手。
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二公子，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？恐怕不允。婚礼之上，应当穿红衣。只有参加葬礼，才穿白衣的。可谁又知道，明天是婚礼还是葬礼呢？顾爷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好，谢谢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是。哎，快，里边请。哎，帮主好。今日后啊，顾家和燕家强强联手，这定会更加兴旺啊！承您吉言，快里边请。哎，好，顾爷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会西君到！想不到，顾爷居然能请到会西君这尊大佛。什么来头啊？这会西君的父亲啊，因护国而死，皇上为了体恤他家，封了他做会西君。虽然未位列九卿啊，但是满朝都以九卿之礼待之。拜见会西君，会西君亲临小侄的婚礼，蓬荜生辉呀！奴才呀，跟顾大当家相比差远了。顾爷，做惯了羊的可以靠着庇护活下去，可若是羊一旦有了做狼的心，那么不论是曾经一窝同眠的羊，或是作为对手的狼，都会杀了他。顾爷，好自为之。哎呀，只不过是一场葬礼而已，搞得还真是有模有样啊！是婚礼，都一样，没区别。你在这里苦等了7天，顾剑门他没来找你吗？我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沉默呀？这难道不就是你内心最想要的吗？他若来找你，对暗河自然是好事情，但是对于你来说，应该会对他很失望吧？苏商河，怎么了？或许有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闭一下嘴。龙首街有动静了，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踏出这一步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不回头。好，那就不回头。还敢回来？有何不敢？对不住了，这条街我们包了。北篱八公子也来了呀，越来越热闹喽。那两个少年，怎么了？你认识那两个傻小子？说不上认识。我上次去找顾剑门的时候，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其中一人使枪，枪法普通，但很有天赋，应该是块未拙之玉。至于另一人，另一个怎么了？另一个看起来不大会武功，但我说不好。还有你苏沐雨说不好的事情。
燕家这是打算办完婚礼就要接替顾家呀？诸位贵宾远道而来参加我侄儿的婚礼，顾某万分感谢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吉时已到，奏乐，迎新人。一拜天地。一拜天地。一拜。等一下。怎么客人还没到齐，戏言就开始了？难道这就是西南道龙头老大的待客之道？你是谁？客人。好像见过的。大人都是的，是什么了不起的宠物吗？但是这不可能啊！小兄弟，我们顾家未曾邀请过你吧？敢问客为何来啊？抢亲。抢亲？抢亲？不错，抢亲。小老板，念在你我有一面之缘，我奉劝你，莫要胡言乱语。你哪知道听到我在胡言了？你们不请我，是因为请不起我。但若是我来了，你们也只能以上宾待我。是吗，小老板？我给过你们一次机会了，但是你们好像不是很懂得珍惜呀。他动杀心了。杀了。
想不成了，赶紧跑！哼，还想跑？真当我燕家是好欺负的？这两个家伙怎么还没到？这群家伙也比我想象中的难缠得多啊！白东军那边应该也撑不了太久，别到时候真的让他们把命都给送了。掌柜的，我白喝了你那么多日酒，今日我就还你这份恩情。只要我一出枪，你就头也不回的跑！快跑啊！不跑，琉璃。行货们，看错了。小白，回来吧！藏了这么多时日，也该轮到你好好表现一番了。果然是他。头有犄角，通体银白，身长10丈。这条蛇是温家家主温林豢养的白琉璃。你不姓白，你是温家的人；你姓温，你叫温东君。好难听的名字呀！琉璃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外公在我出生之时便将它赠予了我。还有，我不姓温，姓百里，我叫百里东君。这般丝毫不惧的，还能有哪个百里？当然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那个百里。爷爷是曾与陛下出生入死，杀敌10万的镇西侯百里洛尘，父亲乃一箭瞬杀千里无形的百里成风，母亲乃是独一温氏家主温林最疼爱的小女儿温洛玉，舅舅是独步天下温壶酒。这个百里呀，可当真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啊！我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客人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这里果然发生了一件比有趣还更有趣的事情。或许暗河就此与此事失了交集，倒也是好事。哼，那不是温家那条白琉璃吗？白东军怎么在上边？白琉璃不是已经被温毒仙送给他最疼爱的外孙了吗？这么说的话，白东军并不是白东军，而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百里东军。温同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事要是让镇西侯知道了，他不会直接派军队把我们雷家堡给踏平了吧？我完蛋了！他们来了。谁呀？
好了。罗轩，一会儿你带着柳月把这里处理一下，我和小黑负责把棺材运进去。为何如此安排？因为你俩都长得太好看了，要是你们进去，只会抢了本公子的风采。小姐，这小子怎么会跑来柴桑？头儿，这样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原来是侯府小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我是来抢亲的，你要是远迎了我，这亲我还怎么抢啊？所以，你们还敢杀我吗？今天是舍妹的婚宴，我有几句话想问百里小公子，不知可否？你问。刚才小公子说要抢亲，敢问小公子和佳妹可曾相识？算不得相识，那是暗中倾慕佳妹。我另有所爱，远非你妹妹能比。话是何故啊？大哥，这是你炫耀你梦中情人的时候吗？说的也是。小公子出身名门，镇西侯为我北离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侯府之人，我们自然恭敬有加。若小公子只是来喝碗喜酒，我燕别天定然奉为上宾。可小公子一来不认识佳妹，二来不喜欢佳妹，却口口声声说要抢亲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看来百里小公子不占理呀。我说我来抢亲，可没说是为我自己抢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真正抢亲的人来了。这是棺材啊！棺材！亲也不能这么做呀！顾若离，不错，真正抢亲的人就是他。顾家当家顾若离与你们家燕小姐青梅竹马，一向对其爱护有加。燕小姐对他也是倾心良久。他来抢亲，可还合乎你们所谓的道理？放肆！他是个死人。可若不是你们害他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这是为何呀？兄长，不如问问我的意见。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若离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只要是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存在。百里东君，让我喝他的这杯喜酒，你要喝吗？喝，怎么不喝？干！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呀！你应该提前找我预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杀了他！我是想要杀了百里小公子，然后嫁祸于顾家呀！燕当家，你根本不了解镇西侯府的形势。你更不了解我燕别天的形势。
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小白。 沐浴行燕家，经前方顾家，可是要杀我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尔等西南道众人可是同伙？没有众人啊，只有几个，他们都跑了。闭嘴！龙首街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五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。 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啊，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 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。 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 这件事怎么好像突然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本来不就和我们没关系吗？顾剑门，不得放肆！这是我顾家的门庭，而我叫顾剑门，我为何不能放肆？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兄长
为何年仅16便独掌大局，历尽艰辛，呕心沥血？而我，又为何仍在年少去天启城学艺？我们顾家，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，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胡叔，你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你大胆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有哥哥庇护的二公子吗？你错了，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护了。哼！来人，拿下他！愣着干什么？拿下他！你以为顾家真的听命于你吗？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家主的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让人誓死追随的魄力。我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而我现在便要传承我兄长的意志。顾家二郎听着，现家主顾若离死于非命，我顾府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！反了，反了！内奸已除，该轮到外敌了。凭你们几个人，也想杀了我？哎，好像刚才我才是绝对的主角啊！怎么现在所有目光都到他身上了？你啊，靠的是自己祖辈上的名声，而他，你看，靠的是自己的家。都快败了，还不出来吗？便不死不休！哎，谢谢就不用了。
都是兄弟。多谢百里小公子，还有这位拿枪的小兄弟。客气客气。又是你，没错，又是我。怎么又来了一拨人啊？果然是天生五脉，拿下他！上方！哼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了。哼哼，谁敢动我外甥？谁？原来是温家。文虎九，答对了也不一定有奖励哦，反而可能会死。你真卑鄙，竟然下毒！这话说的真好笑。哦，让温家的人不准用毒，就好比让剑客不准用剑，都是耍流氓。还有谁啊？撤！这就走了？哎，舅舅，小白脸，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舅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你家人知道你只听我的，特意让我过来带你回去。幸亏我跑来一趟，不然你就让别人带走了。哎，你这都是招惹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我调的酒太好喝了？嗯，玩够了没有啊？就像是喝酒，才刚品出第一口的味道，你说呢？哎，贫嘴小白梨，让舅舅看看，来来来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各位公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温前辈，温前辈，我外甥给各位添麻烦了。舅舅，你是来晚了没看到，我可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确实如此啊！百里小公子智勇双全，如神兵从天而降。折磨公子，我们赶时间，麻烦你先不要说话。不知顾公子要怎么处理今日之事啊？大哥大仇得报。至于剩下的，便要看燕家如何处理了。燕别天，罔顾道义，陷顾燕两家于不义，死有余辜。从今日起，燕家家主由我燕琉璃接任。燕家的兄弟，可有不服？既然如此，那婚礼就到此为止吧。婚礼还是要进行的，只不过我不嫁你，我要嫁他。
有意思。那既然没我们什么事情，便容我们先走一步。舅舅，小香仙，不跟我们一起来吗？小姐，任务失败了。有负小姐。陈长老呢？我们遇上温家温壶酒，陈长老他。知道了，星儿，走吧。我还真以为这是座死城呢。怎么可能？顾家附近只是被燕家控制了而已。顾家事了的消息一出，大家自然就放心的出来溜达喽。舅舅，这次小白也跟我一起过来了，他刚刚出了很大的力，都受伤了，我让他先回酒肆休息了。放心吧，晚年自然会有人把他带回温家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真羡慕比利八公子之间的情谊啊！你没有过这样的兄弟吗？有过。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要去闯一闯在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山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但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嗯。我们自小在天启城一起长大。他是将军府独子，我乃侯府独孙。虽然差了一辈，可是年纪相仿。我们是很好很好的兄弟。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。舅舅，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你可是想问我，当初为何没有带走那百里东军？小姐明慧。当年北阙、西楚、南绝3国围攻北离，南绝退败，西楚和我们北阙亡国。父皇带我们退守天外天后，闭了死关修炼虚念功，以寻复国之计。而只有带回那天生五脉，助父皇修炼大成，我们北阙才有复国的希望。你今日应该也看到了，百里东军虽是天生五脉，但却并没有武学根基。所以，不错，虚念功太过强横，他这等半点内力都没有之人，恐怕难以承受这般强横的功法。若他折损，我们北阙将失去这唯一的天生五脉。舅舅，你馋酒了？可是这么多坛酒，咱们怎么着也喝不完啊！你呀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。这酒不是用来喝的，那是用来救他的。你呢，救了我小外甥的命，所以这一次，
我一定会救你的命。真的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找过很多人，也去过很多地方寻求救命之法，但是，那一世的办法呢，我是没有，但是一时的办法我还是有的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我很好奇啊。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倒下？啊，快了。哎，宋长风，宋长风，这么快，说倒就倒。舅舅，你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呀？花衣嘎、血蜘蛛、三尾蝎、蜈蚣……等，你怎么还随身装了这么多恶心的东西啊？你才恶心呢！你娘从前也有。哎呀，赶紧出去吧，在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放心吧，2天之后呢，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司空长风。哎呀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小兄弟，怎么一个人在屋子外面喝酒啊？我朋友在里面疗伤，不方便打扰。哦，你是那个鬼？鬼？我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他。他在我们那儿是头号美男。但是我觉得他不如我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上次多谢你放了我们。无妨。那行吧，小兄弟，咱们日后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真是奇怪的两个人呢。真是奇怪的两个人呢。哟，醒过来了，来吃早饭吧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前2天你晕倒了，是我舅舅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呢，可真是命大，认识了我，我舅舅可不轻易救人的。咦，这小东西怎么还在啊？哎呦！哎呀，不要命了，你们！
哎，宝贝，来，这里，哇！哎呦，乖，舅舅，乖，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这。 多谢前辈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，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，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。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五毒断肠，而这个毒，我解不了。 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，去地图上这个地方，找那个叫辛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。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 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。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又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真的有药王辛百草这号人物啊？他真的能救好吗？我怎么知道？ 我是下毒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10日的时间。10日？10日之后五毒断肠就发作了，不到2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烂起，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 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。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算眷顾我，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。即便是现在死了，又如何？哎，孙顾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。 一匹马，一杆枪，一壶酒，做个逍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接着，再会，再会。 千万别死了，司顾长风！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舅舅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能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呸！不是啊！快呸！呸！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舅舅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 不打！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！哎，易有凡，出饭了！ 吵死了！哎，
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又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只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东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！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我这江湖吗？不逛，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哎，再说了，4年一度的剑林就要开了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剑林？什么是剑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？哦，整个江湖的剑客磨剑4年，就在等待剑林开启。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哈哈。舅舅。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嗯，去，少来这套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回来。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王八？对，这名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！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，只要不习拳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3日，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叫一个美呀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沐青。苏姑娘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足教了我3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3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足跑了3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。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，怎么样？哼，连你都嫌弃吧？走。哎，舅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乾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3飞猫吗？什么叫3飞猫啊？我这叫3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哼，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，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。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2天看到了北离八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
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八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男爵来的5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1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男爵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那一年的5榜首甲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5榜给撕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俗5榜也配评价折世千人。这么潇洒呀，难怪说北离习剑，男爵练刀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唉，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。剑林剑林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唉，小百里啊，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，赶路，去！去！小百里，跟上！来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风韵得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流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
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喜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喜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就连狗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佩剑，就会存于剑林，等待4年一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少喝点，会醉。舅舅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山林怎么连个尽头都没有啊？怎么还起雾了？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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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奇门遁甲之术。刚才那里啊，是平日里也能涉足的剑林外围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4年一开的剑林。
壮观啊！世上呢有2个铸剑大派，一是剑心种，二是名剑山庄。看来今年是名剑山庄所壮啊。说起来，你跟剑心种还有8000里外的交集呢。什么交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雷梦莎，她娶的可是剑心种种主李素王的女儿，星剑传人李新月。这江湖说大也大，说小可真小啊。既然诸位来此，都是为了取剑，那魏某也不想多说废话了。仙月，起！第1品，高山之剑。诸位，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分4品，第1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2品沧海，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100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3品云天，沧海之上9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4品仙宫，9天之上仙宫所藏，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。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？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，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，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要为难死的舅舅喽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得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啊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得好。你看他那样，指定上去2、3下就被人揍趴下。难不成这一次真的要空手而归？温先生不必着急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公子或许能获得一柄好剑。好。你小子不会喝醉了吧？高山、沧海，皆已有归主。接下来这柄剑，乃是云天品宝剑，我命它为火神。剑仙对战时折断的暖剑，99玄阳。准确的说，是脱胎于99玄阳。本是仙宫鹤，奈何落9天，浪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！
表里不一。那要看剑在谁手里。剑本无品，用剑者正直。这剑怎么会飞？这是望城山的御剑术，不仅是剑术，也蕴含着望城山的秘法。小小年纪这样的修为，应该是望城山本代弟子的魁首啊！哎，我看你是真醉了吧？这是剑酒，跟一般的酒不一样的。望城山山主吕素贞座下手徒王一行前来取剑，诸位。唯一一把云天，无双城不来取，难道？哼！小生我无异于更高品级的剑，这柄正适合我回去送给小师弟。诸位，承让了。太后在说了，最高品级的剑。是啊，无双城还没动，这次真的有。第4品，仙宫之剑，乃天外飞来，还请仙人赐剑。小白丽，哦，仙宫。好像。是原相。此剑为我所造，我称它为不染尘。愿有绝世公子将其取之，求这绝世公子持他荡剑天下，让这把剑问鼎剑谱。史剑豪，此剑我要定了。白痴啊你！你想让你舅舅一个用毒的被天下剑客围攻吗？无双城宋彦回特来求见，谁来赐教？谁敢跟无双城抢东西？我。你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又是个愣头青吧。无双城都敢挑战，这次估计得把命给留下。这人，我怎么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呢？好快的剑法！天生剑法果然不错，但我更强。这样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，无双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！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。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！小白脸。
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呀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你来错地方了。厉害啊！你不出剑吗？我不会用剑啊。小兄弟，下来吧，别打了。就是啊。别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。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。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
这是。 西楚剑阁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玉怎么会西楚剑阁？ 我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，问道于天。当年西楚儒仙古尘咏歌。 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，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乐。干！干！ 痛快！成剑9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吟3万叹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
咋了？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，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哎呀，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走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，趁着去玄能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8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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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匾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
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，夜安。耶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，云哥瞎说。哼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，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？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。夜雨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
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，哎呀，嗨，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可别，担不起。是爹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。那你别拿我爹压我。反了你呀！我跟你。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，你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，
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。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林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名剑山庄，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竹青啊，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
当年姑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落尘，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，可那如仙身具耀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。 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，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背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 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觐见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吧。是，陛下。我当时一到柴桑城，我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顾老三落难，我姓雷，我是雷家堡的子孙，我得救他吧。 我当时就近身，我再给他一拳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呢，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看不得弱者，所以顺手把他们给救了。所以，你们此次能够解柴桑危局，靠的全是百里小公子仗义相助。若不是因为我不惜身份的暴露前去保护他，那小子早被燕别天给杀了。 不过说到底吧，他的性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收他做我的小弟了。老七，你这表情，打什么主意呢？学堂大考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是说？或许，师傅的关门弟子，我们的小师弟。 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这镇西侯爷能让他入天启吗？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他那功夫啊，差得离谱，他也只有轻功还凑合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咋了？西蜀剑歌重新现世了，而使出这套剑法的人，我们刚刚聊过。你说什么？镇西侯爷会西蜀剑歌？我刚才提镇西侯了吗？小百里，你说什么？那小子会剑术？他可是连燕别天身边的侍卫都打不过的。他不仅会剑术，而且他会的。 是这世上最出名的剑术。小先生，宫里来人了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
你就直接进来了？对呀，我刚爬上墙，没想到脚底一个打滑就摔进来了。就是那……这，我明明是摔进了院子里呀！我在院外设了阵法，寻常人是到不了这儿的。你既能破我阵法，说明你我有缘分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老爷爷，你要教我什么？教你什么？又是武功，没兴趣，没兴趣。那你我缘分便只能到此了。去吧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那小酒仙，你来闻闻。哇，好香醇的酒，哪里买的？我也要去买。这酒可是买不到的，是我亲手酿的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给您添了个天大的麻烦？东来，小公子，不是东来了。东来人呢？我这院里什么时候来了个女眷？东来是小公子的心腹，被世子爷调到西院去了。瑞儿是从别院调过来的。我爷什么时候回来？今日听府上送信的人来说，怕是还得3、4天吧。等不了了，我得马上去见师傅。瑞儿，你立刻前往洛城巷，找个叫做怀仁的药铺，通知里面的人，快马加鞭，一刻不停地往天启方向跑，直到遇到侯爷的军队，听到了吗？哦，小公子，您这是想让老侯爷早点回来替您撑腰啊？我可是世子妃的人啊！别演了，我娘亲肯定是装的骗我爹，好把你安排在我的身边，都是自己人。天哪，到底是谁给了小公子这样的自信啊？当然是我跟我娘亲这么多年来的默契啊！臭小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昨日，哥哥同我说，他们回来的路上先去了剑林。嗨，我觉得大舅哥啊，这事做的没问题，是该让东军长长见识了，不然真成了废物了。他们去了剑林，抢了一柄仙宫品的剑，是东军自己夺的。哥哥什么也没有做，用的剑法是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
百里东军啊，百里东军，好你个百里东军！世子爷，好久不见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臭小子，你竟敢出来了！谁把你放出来的？谁？我。爹，把百里成风绑起来。是。哼哼。哟，世子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被绑的还开心吗？要不要去柴房休息休息？嗯。东君，娘。父亲，成风好歹是世子，洛邑知道您疼爱东君，但现在面子也落了，罚也罚过了，就给他松绑吧。是啊，父亲。哎，我有让你起来吗？东君啊，你觉得呢？那便给世子松绑吧。东君，你出门远游，最近可有什么收获呀？收获可大了，爷爷，您听过一首诗吗？啊。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卿相有才留无名。哦，北篱八公子，他们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啊！不错，这次我就见到了其中的清歌、卓墨、凌云、柳月、莫尘这5位。不光如此，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忙。哦，来，东君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平日都在天启城啊。这次他们是为了顾剑门而来。为了兄弟，千里赴柴桑，仅凭这番义气，就十分值得我结交一番。东君啊，听你舅舅说你去剑林夺了一把剑，你不妨跟大伙说一说你在剑林的见闻吧。哦，那剑林，那叫一个气派宏伟。我不过是阴差阳错的得了一把好剑。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昨天一晚上在柴房睡的，那蚊子嗡嗡的都没睡好觉。还有爷爷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一定很疲惫吧？不如我们今日到此为止，各自回房歇歇。你看，东君啊，你长大了，懂得照顾爷爷了。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啊。好了，你也先回去休息。是。父亲，东君在剑林，我早知道了。风雨欲来，我们镇西侯府还能为他筑起一道铜墙铁壁。父亲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破风军直指天启，儿子必先策马当先，身先士卒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要造反？这不是造反，这是征伐天下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的声音得大声点啊，好让天下人知道我们镇西侯府要造反。
好让某些人可以在晚上提着刀，趁你睡着的时候给皇上献忠。父亲，当年叶宇大将军一片忠心，却背无谋反，最后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如今我们得先下手为强，是吗？长风啊，一个真正经历过沙场的人，没有人会想回到那个地方。一个真正懂得战争的人，绝对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可那士兵身上的血洒出来都是热的呀。那西楚如仙，也是想说当年我留守。你错了，当年一战我没有留守，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活着。那方才你还放东军走，他分明要给那如仙报信。西楚可是我们破的呀，你就不怕他？如果那个真的是西楚如仙，他就不会为这事儿怪罪东军。父亲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父亲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问你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是吧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不一定是你亲儿子，但东军一定是你亲孙子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你想说，纵使我们没有造反之心，但这城外那些天启人不怎么想。不错，若是他们来了，那当如何？那便等他们来。这小滑头，师父，东军回来了，此次出行可完成心中所愿？师父，现在不是说我的时候，我好像给您添了个大麻烦。什么样的麻烦才算是大麻烦？师父，在剑灵大会上，我用了您传我的那套剑法，但天下剑客竟然都很震惊似的，说是什么失传已久的绝世一剑。师父，虽然这么多年来您从未提起过您的来历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您的身份一定不一般。那套剑法又那么的特别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找您的。我何时传授你剑法了？师父，我只是记得有一次我喝醉后见到您舞过，我之前还以为那只是我的一场梦，但这一次在剑里我喝醉之后，便自然而然地使出了那套剑法，就好像种在我的脑子里一样，不用回忆，也不用思考，仿佛不是我在用剑，而是剑在控制着我。拿着。
闭上眼，感受它。别人练就10年，而你只需看上一眼。你知道为何吗？难道是因为我也是天生剑胚？好吧，我不知道。不是因为你是天生剑胚，而是因为你是百里东君，而百里东君是……因为我是百里东君。师傅，我不明白，已经有很多人这样说了。我是谁？我是百里东君。可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是百里东君。以后，你自然会明白。东君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想要学剑吗？想。师傅，我想学剑。云哥死后，我的行事越发乖张无度，爷爷一直纵容着我。我知道，他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作为手掌兵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我越纨绔，天启城那位便越放心。爷爷不希望我走上云哥的老路，但是这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江湖人，见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。或许仅凭现在的我，还不足以名扬天下，还不足以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师傅，我也想仗剑去江湖上走一走，管他的圣心难测。百里东君，绝不做安居一隅的笼中之雀。你能如此想，为师很欣慰。既然你想学剑，那为师便教你。这世上除了学堂李先生，没有人比你师傅的剑术更厉害。东君，你先回去，等下次见面，为师便将真正的西楚剑歌传授于你。可是师傅，若您还留在这里，怕是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既然木已成舟，那索性不去躲他，便是等他们来，又如何？